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人老年两坎迈过，得福寿是哪2年？老祖宗的经验之坎，在现实中，有人能够长命百岁，有的人天不加年。人都是在有限的可能里，让自己追求最大的福禄寿。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，是对永生及长存的渴望与向往。我们从历史记载或者影视剧上，都能够看到，咱们的古人为了能够长命百岁，或者长生不老、不远万里，去寻找仙人和长生不老的方法。比如秦始皇就听说海中有蓬莱方丈，瀛洲3座仙山有神仙居住，于是他就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，以及已经预备的3年粮食，入海求仙，耗资巨大。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，神仙没找到，他们也去不复返了。再比如明朝的嘉靖帝，好长生不老之术，而那些所谓的方士道士们却利用嘉靖帝梦想长生不死，履行诈骗之术，愚弄嘉靖帝，让他大量服用所谓的仙丹，造成巨大的米费，而寿命并没有延长，只仅仅有60岁，还不如平常百姓粗茶淡饭长寿。你看，就连归皇帝的人也不能突破寿命的期限。在旧时间，民间有人老2年坎，迈过福德寿说法，您知道吗？是哪2年吗？这句话流传民间的一句话，一般都是老年人在说，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个意思，因为年轻的时候根本不会想这件事，只有到老了，不再那么为生活奔波了，再考虑想多活几年，能够多享几年清福，希望自己多福多寿。人老2年坎是指哪2年呢？其实这2年分别是指73岁和84岁。说得通俗一点，就是老人如果能熬过73岁和84岁，就给福寿延年，长命百岁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？在过去比较看重孟孔之道，孔子大家都知道，主要的成就就是开创儒学，创办私学，编撰春秋和修订6经，是儒家的代表人物。孟子也是儒家代表人物，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，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，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。那么孔子的寿命是多少呢？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出生，到公元前479年4月11日逝世，共活了73岁。孟子地位虽然不及孔子，但是他却比孔子长寿，共活了84岁。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的圣贤，所以后人就把73岁和84岁当成生命之坎。因为古人认为，就连孔子和孟子2位圣贤都没熬过这2个坎，所以普通人能够熬过这2个坎，就能得到福寿。古人把每12年划为一个人生周期，比如在古代13岁就可以结婚，他们认为从13岁开始就进入人生的另一个周期成年了，而73岁和84岁则是处于人生的第6和第7个周期。要知道，古人的寿命一般只有50-60岁，能够70-80岁以上的确实是可算的福寿了。当然这个说法都是古代的一些说法，随着现代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，活到90岁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。面对生死，我们无力抗衡，但是有些时候，只要我们在某些时刻稍加注意，还是能够帮助家中老人渡过难关。不吃补品，食补才是硬道理。不少人觉得养生总是需要花大价钱，买大补品才见效。其实养生不在于吃多贵的补品，用多贵的保养品，反而强调养生，
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，用平凡的食材达到不一样的效果，也就是常说的药食同源，也就是食疗食补。用一些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食材，容易加工、容易做，是很不错的选择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对有些食材有过敏史者禁用，过敏体质慎用。不吃油炸食品最大的特点是油腻兼油热燥，这种纤维较大的食物，其实对所有体质都不建议多吃，尤其是对痰湿、湿热、阴虚体质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有研究发现，每周只需要多吃114克油炸食品，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事件的风险，包括冠心病、脑卒中、心衰、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等。所以还是能少吃就少吃，能不吃就不吃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尽量选择凉拌、清蒸、水煮、炖等烹饪方式，劳逸结合。人生就像一座天平，一头是劳，一头是逸，只有善于调节，才能确保健康。在生活中很注意劳逸结合，如果感觉到累了，就主动休息一段时间，如果感到太悠闲了，就外出参加各种活动，以畅通气血、舒展筋骨。这种养生方法与传统的养生理论是结合的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养生家就强调劳逸结合的重要性。黄帝内经说，久行伤筋，久立伤骨，久坐伤肉，久视伤血，久卧伤气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来安排生活，老作以感到舒适为宜。唐代药王孙思邈也常说，欲小劳，但莫大疲，己所强，所不能堪耳。坚持运动，如何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格呢？可以选择经常参加体育运动。俗话说，生命在于运动。我认为，退休以后的老年人不要闲在家里，要学会丰富自己的生活，多走多出去活动身体，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慢跑、打太极、散步、跳广场舞等运动，制定切合实际的运动计划，然后长期坚持并乐在其中，通过运动来改善大脑功能，增加肺活量，并促进肠道蠕动，激活免疫细胞，让自己更有精神和活力。身体没病，健康的活着才是晚年最大的幸福。下面这些话是说给狼听的，希望你能够有所感悟，做到了就能够安享晚年，家庭才能安宁。养儿养女，养老不一定靠谱。人过了50岁，有一个道理我们要明白，养儿养女不一定能够防老。很多人说等退休了就和儿女住在一起，可是有多少已经和儿女住在一起的老人，却想办法要离开，在儿女家轮流吃饭，建立下的滋味不好受。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事实，会让你怀疑人生。父母把一生的心血都给了儿女，但是不要指望得到多少回报。隔三差五的有人问候，逢年过节能够团聚，就应该感到知足了。不要做为老不尊的人。老话说，想要日子过得好，老少3辈无大小。一个家庭里，老人太过于强势，事太多，总是掺和小家庭的事，挑拨关系，这个家庭肯定好不了。老人总是感觉子女对他不好，天天板着脸，有一点小事就能吵几天几夜，不仅家里不能安宁，左右邻居也是避而远之。这样的家庭想干点啥事也是没有心情的，自然也就干不好。所以奉劝一些老人，每天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，小区里尽量转转，尽量少参与孩子的事，毕竟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也别一天板着脸让家里抑郁。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我们要尊老爱幼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尊老尊重的从来不是年龄，而是那一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涵养。
正所谓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老人长寿是家庭的福气，而这份福气的延续，靠的是后辈对老人的态度。其实生命无看，珍惜是福，只要家中的晚辈做到尽心事事用心，老人家自然能够安心，过得也舒心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